今天我们要聊聊近期台湾房市出现的一个戏剧性转折，曾经人人趋之若鹜、排队抢购的预售屋，如今却出现集体解约潮。桃园、台中等地的预售屋成交量竟然暴跌了70%以上，排队抢房这种盛况，彷佛成了遥远的神话，取而代之的竟是排队退订般的解约离场现实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2025年的房市为何量缩70%？解约数量翻倍，更可怕的是，这场供需失衡的风暴可能才刚刚开始。想象一下，不久之前，在桃园、台中许多新推出的建案现场，总是大排长龙，人们通宵达旦的在售楼中心外头搭帐篷排队，只为抢得购买预售屋的资格。销售人员甚至得发号码牌控制人潮，一开盘几分钟内，号称上百户就被秒杀认购。彼时市场疯传一句话，房子买了不会赔，不买才是损失。买气之热犹如房市狂欢嘉年华，当时甚至出现所谓红单炒作乱象，许多投资客在新案刚开放登记时，抢先填写购屋意愿单，俗称红单，然后不等正式签约，就把这张红单资格加价转卖给别人。短短几天，一张红单转手费就可能赚进数十万元，完全不用真正持有房子。这种脱序行情引发社会侧目，政府随后不得不明令禁止红单转让，但也凸显出市场疯狂到连买房资格都能炒作的地步。大量资金涌入市场，逢案必追，就怕错过下一波涨价红利。预售屋更因为先买先赢的游戏规则，成了炒房者最爱的标的，只要付1成左右的签约款，就能锁定未来的房子，等到盖好之前转手卖出，轻松赚取差价。排队抢房在当时不是神话，而是每天真实上演的戏码。什么是预售屋？简单说，就是房子还在图纸阶段或新建途中，建商就先行出售给买方的房屋，买方通常只需先支付定金或头期款，接着随着工程进度分期付款，等到房屋盖好交屋时再申请贷款支付尾款。这种销售模式让买房门槛看似降低，也给了投资客高杠杆操作的空间。只要市场一路上涨，转手合约就能获利。而对自住买家来说，预售屋则可以提早卡位心仪地段的新房。然而，这样的机制在市场逆转时，风险会被无限放大，因为当房子还没盖好之前，买方就可能发现自己无力或不愿继续承担后续付款，只能选择中途解约退场。直接拉回到2020年至2022年，那几年全球利率处于历史低点，资金泛滥，再加上台商资金回流，政府前瞻建设投资，各种利多齐发，台湾房市进入一波空前热潮。桃园有机场捷运、新兴重划区等题材，台中有科学园区扩张，77新市镇发展红利，南部也有科技厂进驻，带来就业人口，几乎全台各地房价齐涨，预售屋市场更是百花齐放，建商纷纷推出新案，价格一案比一案高，但买气丝毫不减。购屋者深信现在不买，以后更买不起，于是咬牙跟进，甚至传出有建案因买气太旺，建商当天多次调涨价格，仍然供不应求。那时的气氛用一句话形容，就是恐慌性买房，唯恐落后他人，排队抢房。正是在这种集体心理驱动下，被推上了神坛。然而，现实的逆转往往在不经意间到来。2022年底开始，全球通胀升温，各国央行陆续升息，台湾央行也结束了长期的超低利率环境，贷款利率逐步走高。随着利息成本攀升，持有房产的代价变大，每月房贷负担骤增，让不少原本计划买房的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财务能力。而此时，政府对房市过热的担忧亦达高点，开始出手调控投机行为。先是2021年实施了房地合一税 2.0， 加重短期转售的税负，打击炒房客快进快出。接着多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陆续上路，特别是2024年9月19日，央行祭出第7波管制，被视为超级铁拳，针对多户贷款、特定热区贷款成数做了严格限制，其中规定拥有第3户以上房贷者，银行最高只愿意贷5成，几乎断绝以小博大的可能。对于炒作泛滥的预售热区，
甚至直接祭出禁贷令，让投机客无法透过金融杠杆炒房。这记重拳下去，房市犹如被瞬间泼了一盆冰水。投资客发现杠杆空间被大幅压缩，银行不再愿意轻松借钱给炒房者，连一些刚性自住的首购族贷款也受到影响，买气开始明显降温，观望情绪在市场蔓延。到了2025年，房市的温度骤降到了谷底。根据房仲业者与实价登录数据显示，这一年全台预售屋成交量出现了断崖式下跌，较前一年同期暴跌约73%。用更直观的数字来看，2024年全台预售屋可能成交10万户以上，但2025年却只剩不到30%的量，腰斩再腰斩，几乎回到了冰河期。对比已经盖好交屋的成屋市场，成交量也许只减少了约30%，而预售屋这边因为投资成分重，对未来预期改变，居然瞬间消失了近3/4的买气，令人瞠目结舌。曾几何时，炙手可热的预售市场突然陷入了前所未见的寒冬。售楼中心从前门庭若市，如今却门可罗雀，一片冷清。业务员感叹，以前假日现场是一大早就挤满客户要抽号码牌，现在周末来看，屋的人寥寥无几。这种急动的景象在短短1年内发生，放在先前谁敢相信？更令市场不安的是解约潮的出现。什么是解约潮？简而言之，就是大量原本签了约的预售屋买家在交屋前选择放弃购买，终止合约的现象。以往偶尔也有个别买方因故解约，但像现在这样形成潮，显然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整体趋势的反应。根据内政部实价登录与房产研究机构的统计，2025年出现了解约量暴增的情况，但在去年，也就是2025年前11个月，全台预售屋解约件数就超过2000件，较2024年同期激增了超过70%。注意，这里说的可是整体平均，如果深入看区域数据，有些地方的解约暴增幅度更是惊人。举几个例子，位居解约榜首的台中市西屯区，前年也就是2024年只有45件预售解约，2025年暴冲到148件，年增高达 228.9%， 将近是前一年的3倍。其次是台南市安南区，解约数从34件增至109件，年增超过 220%， 也是翻了2倍多。桃园市中坜区则从43件增到86件，足足增加了1倍。除此之外，台中的北屯区、南屯区以及郊区的太平区也都挤进了解约量前10名，其中太平区因为基期低，增幅竟高达 372.7%， 暴增了3倍多，令人啧舌。可以说，当年排队抢预售的盛况，如今翻转成了排队解约的荒诞现实。在网络论坛与新闻报道中，我们也看到不少类似案例。有一位分享经验的购屋族说，自己当初为了买桃园某从化区的一处预售新房，东拼西凑备其头期款签了约，没想到临到交屋却发现银行愿意贷款的额度远低于预期，每月还款压力飙升。他和太太经过天人交战，最后只好忍痛选择解约退场，辛苦存下的数十万元定金、违约金就此付诸流水。也有年轻投资客坦言，前2年仗着长辈资助，一口气在台中订了2户预售屋，原以为赶上行情飞涨可以大赚一笔，哪料现在房价不但没涨，反而隐隐下滑。更糟的是，附近好几个同期预售案也有人在抛售，他的合约根本转手不出去，最终他只能硬着头皮放弃合约，眼睁睁看着前期投入的上百万元款项打了水漂。这些现实案例印证了数据背后的残酷。解约潮不只是冷冰冰的统计，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许多投资客和购物家庭身上的冲击。面对买方退潮，卖方也就是建商方面开始出招，因应前2年还高高在上的建设公司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。过去房市热时，建商底气十足，开价随心所欲，买方稍有迟疑，销售人员就会冷冷地撂下一句话，不买就算了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要，下一户价格只会更高。彼时的买方处于弱势，违约退场几乎没有讨价还价余地，违约金动辄10几万甚至数十万，想退房代价可不小。然而如今风水轮流转，
建商为了顺利把房子卖出去，让已签约的买家平安把尾款交齐，他们开始变得和气生财起来。首先是协商降低违约成本，不少建商在面对想解约的客户时，态度软化，愿意谈条件，例如退还部分已付款或降低违约金比例，以减轻买方退场的痛苦。为什么要如此让步？因为如果买家执意不要房子，强留也没用，还不如好聚好散，早一步让出来，建商还能趁早再拿到市场上去卖。虽然此时行情冷，但晚卖不如早卖。再者，延长工期与贷款协助，有的建商主动放慢施工进度，将交屋时间往后延，企图给买家更多时间筹钱或等待政策环境好转。同时，还有建商提供公司贷款服务，简单说，就是由建设公司先借一笔款项给买方，填补银行贷款的不足部分，让买家短期内不必凑足全额自备款，日后再慢慢还款给建商，以此减轻买家的资金压力，让交易不至于当场破局。这等于建商自己当起了银行，以前难以想象，如今为求成交，不得不如此。另外一项更惊人的策略，则是在个别案例中被传出，建商为了留住买家，甚至悄悄愿意降价重签合约。也就是说，假设原先预售契约价格过高，买家想反悔，建商可能私下同意给一个折扣价重新签约，让总价回到买方付得起又愿意成交的范围。对先前坚持一毛不降的建商来说，可是自打脸的举动，但比起大量退户造成的财务窟窿和坏名声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当然，这类降价重签绝对不会对外公告，建商最怕价格松动的讯号传开，引发骨牌效应。不过从市场传出的种种风声看来，买方市场的主导权确实在增强，建商在僵持之下终于松动，以各种创意手段求生。事实上，市场上已经传出了一些具体案例，据代销业者透露，现在不少建案为了冲刺成交，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桃园某重划区一处上千户规模的新案，原定今年底交屋，但担心买家资金拉不齐，建商干脆将交屋期延后半年，同时主动与买方逐一沟通。有近10户买家本想解约退场，建商除了愿意减收违约金，甚至提出赠送部分装潢、家具和车位等优惠，还私下暗示可微降总价，只希望挽留这些客户完成交易。在台中也有类似情况，一个原本热销的预售案据说已出现20%左右的解约率，开发商不得不举办退户产品重售说明会，现场直接打出特惠价招揽新买家，填补空缺。以往售楼现场强调的都是热销剩几户，要买要快，如今却彷佛变成最后出清大甩卖的氛围，真是今非昔比。这一切种种凸显出房市气氛正从狂热转为冷静乃至恐慌的巨大转折。有人问，这波房市翻盘到底是投资客自食恶果，还是政策打房过猛导致的市场混乱？对此众说纷纭，我们不妨从2个角度来看这件事。一方面，投机者确实在过去几年推波助澜，把房价炒到脱离基本面的高位，一些投资客甚至运用高杠杆短进短出，让房子变成快速获利的筹码。这样的泡沫迟早要破，只是时间早晚问题。从这角度看，解约潮不过是炒房者玩火自焚的必然结果。市场终于展开一场自我修正，淘汰那些高风险投机行为。对这些人而言，如今违约损失几十万，也算是上一堂残酷的课。房地产不是只赚不赔的印钞机，高杠杆的另一面是高风险，行情逆转时杀伤力极大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不能忽视政策环境在这次逆转中扮演的角色。央行连续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，层层加码的限贷措施确实相当猛。一些原本贷款没问题的自住客，因为在特定区域买第2屋，或因银行普遍收紧授信而无法取得预期额度的贷款。某些原本想换屋的人则受到高利率影响，宁愿延后购屋计划。整体经济景气的趋缓与利率高涨，也增加了普罗大众对未来收入的担忧。当政策同时打房，又没有其他诱因鼓励自住购屋时，市场容易从过热一夜急冻，确实有点急刹车的味道。有人形容政府这次调控是快刀斩乱麻，迅速刺破泡沫。
但留下了一地碎片要收拾。当然，从长远来看，挤掉投机水分，让房市回归自住需求，本就是政策目的，只是过程中的阵痛现在集中爆发。我们可以说，投资客和政策两方面的力量共同导演了这场房市神话破灭的戏码，前者狂舞，后者断电。当中场灯光亮起，繁华散尽，遗留下的则是一地现实问题。这次的房市调整有多严重？跟历史上比起来如何？台湾房市其实并非从未降温过。回想2014到2016年间，政府推动实价登录、首次房地合一税等措施，当时也曾引发交易量大跌，房价盘整了好几年。2016年全台买卖移转栋数一度跌破25万栋，是近年著名的房市谷底之一。再往前，民国80年代初期，大约西元1990年前后，台湾经历过更疯狂的房地产泡沫。泡沫破裂后，房价在90年代几乎躺平了将近10年。那时不少人也是不得不降价卖屋，断头求现。然而有意思的是，这些过去的低潮最终都被遗忘，房价随着经济复苏又再创新高。多年来，台湾社会形成了一种信仰，房地产终究只涨不跌，跌了也是短暂，很快会再上去。所以这次当央行快速升息，政府强力打房时，许多人起初以为只是短期修正，不会真的伤筋动骨。然而当前线传来预售案卖不动、解约暴增的消息时，才发现情况不妙。这次的降温不再只是小感冒，而像是一场猛烈寒流。它不仅冻住了投机者，也冻住了一般换屋族、首购族的信心。可以说，台湾房市长期累积的永远不败信仰，在2025年这个拐点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吗？专家提醒，供需失衡的后坐力可能在未来1年陆续浮现。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成交量骤降、买气冷却和部分解约。然而不要忘了，过去几年狂热期动工新建的大批住宅将在2026年前后陆续落成交屋。换言之，一波新的供给高峰正悄然逼近市场。如果到时买方信心尚未恢复，那么这些新完工的房子恐怕面临滞销压力。一边是积压的供给来到高档，另一边是需求冻结在谷底，供过于求将成为不争的事实。当这一幕出现，房价会怎样走向？不少人推测，终究要靠价格机能来调节。也就是说，价格可能不得不往下调，去寻找愿意接手的买家。有研究机构预估，这波房市调整期可能持续1到2年，全台房价平均回跌幅度约在1至2成之间。其中先前涨幅越大的地区，价格下修的压力也将越大。毕竟，当商品卖不出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价，房子也不例外。只不过，台湾长久以来房价易涨难跌，卖方心态非常坚强，不到最后关头不愿松动。因此，短期内我们可能会看到成交量持续在低档徘徊，买卖双方进入拉锯，买方等降价，卖方撑撑看。目前市场呈现出一种有价无市的僵局，许多卖方开价仍然维持在高点，但买方根本不愿以这种价格出手，导致成交稀少。表面上看，房价指数似乎没有明显下跌，那只是因为缺乏成交而使统计失真。一旦未来有卖方撑不住，愿意降价求售，价格下滑的曲线才会真正显现在数据上。但时间拖得越久，对建商和投资持有者越不利，资金压力会越来越大。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建商，融资成本高，倘若房子卖不掉，资金回笼不上来，可能出现财务危机。事实上，市场上已经开始有些风声，听说某些财务体质不够健全的建案出现延迟，交屋甚至停工，疑似资金链紧张。也有传闻个别建商在低调求售土地或未推出的建案名额，企图换现金自救。这些征兆都让人不寒而栗，千万别出现烂尾楼，也就是工程无法完工烂在那里的建筑的情况，那将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不过乐观的人则认为，大型建商资本雄厚，银行体系风控也较严，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几率不高。他们指出，台湾的房贷市场相对保守，借款人普遍需自备2至3成头款，银行审核严谨，
不像某些国家过去曾出现零头款贷款的高风险状况，即使房价下跌一些，发生大规模断头法拍的几率也低。因此调整更可能以时间换取空间，慢慢盘整，而非骤然崩盘。最可能的剧本是价格逐步松动，让真正想买房自住的人有机会进场捡便宜。换言之，房市将进入价量齐调的阶段，价格回落一些，成交量也不会再暴冲，而是温和复苏。在这种调整过程中，曾经炽热的预售屋市场恐怕难以回到过去那种开盘秒杀的疯狂景象，取而代之的是买方审慎挑选、货比三家的理性态度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政府接下来会如何因应这股风暴？毕竟政策希望压抑投机，但并不希望真正刚需族买不起房。现在成交量掉到历史次低水平，仅比2016年的谷底略高。房地产相关产业，例如营建、代销、仲介、金融等都受到冲击。为了避免经济层面的连锁效应，政府也开始微调步伐。例如，最近有业者呼吁政府推出新青年安心成家方案，建议将首购族房贷成数从现行的8成提高到9成，并提供一定程度的利息补贴，帮助自住需求进场接棒。一旦有这类激励实质买盘的政策出台，或许能稍微拖住下滑的买气，不至于让房市硬着陆。但政府也必须在打击投机与保障民生之间取得平衡，一味刺激买房，可能又助长投机回潮。因此，未来政策走向可能会更精准地针对刚性需求，例如限定首次购屋者才能享有某些优惠，以确保帮助到真正需要的人。同时，若未来通胀趋缓，央行也有可能暂停升息，甚至缓步降息，减轻购屋者的利息负担。这些变数都将影响房市何时见到底部。总而言之，桃园、台中爆发的预售屋解约潮，揭开了2025年房市由盛转衰的序幕。排队抢房这个一度让人疯狂的神话，如今已被现实击碎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堂残酷的课。买房不是百战百胜的赌局，市场有涨就有跌，资金游戏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。而且从更长远看，台湾的人口结构变迁也在暗中影响房市基本面。近年出生率骤降，总人口数在2020年前后已进入负成长，未来潜在购屋人口恐将愈来愈少。需求端的长期趋缓，意味着房价不可能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断推高，供过于求的局面或许将成为新常态。目前看来，解约潮还没有结束的迹象，而只是进入不同阶段。有些人提前认赔离场，有些人苦撑待变，也有人虎视眈眈，准备趁低猎屋。房市就像一场博弈，信心是筹码，现在多数人的筹码都收了回来，观望情绪浓厚。未来几季，若宏观环境没有明显改善，房市低迷恐将延续，价格也许终究撑不住量的冻结而松动下降。对一般民众而言，这场风暴或许有其正面意义。房价神话的破灭意味着买方市场的回归。过去几年，许多年轻人因房价高涨而对买房心灰意冷。如今若价格真能回调，或许终于能让一些首购族燃起希望。房屋将更趋近居住本质，而非炒作标的。年轻世代拥有房产的机会也许会比前几年多出一点点。只是这个调整过程充满阵痛，对投资客是痛苦，对建商是考验，对刚需族则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终于有了溢价空间，忧的是怕买了就跌，更怕贷不到款。最后，我们不妨静观这场供需角力的发展。房市的神话已经陨落，取而代之的是冷静与算计。当神话不在，理性和现实终将接管市场。2025年的房市寒冬也许只是周期的一环，正如季节交替般，狂热的夏天过后迎来萧瑟的秋冬，但寒冬终会过去，真正健康稳健的购屋需求将在适当的价格下重新燃起火苗。那时，台湾房市或许会走出另一条新路，少一些疯狂，多一些务实，让居住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我们正站在这场风暴的开端，未来走向仍在撰写之中。可以确定的是，排队抢房的神话已成过去，解约离场才是此刻的写照。而供需失衡的调整风暴
恐怕才刚刚开始，我们将拭目以待，看台湾房市将如何度过这场前所未见的考验。